欢迎回来。2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分别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巴多斯总理莫特利、新西兰总理希普金斯、蒙古国总理奥云额尔登和越南总理范明政等外国领导人。在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越南总理范明政时，习近平指出，去年中共20大闭幕后，我邀请阮富仲总书记来访，共同为中越关系发展定向把舵。中方视越方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这是中方基于两国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选择。习近平强调，中越同为社会主义国家，是高度互信的同志、互利共赢的伙伴、相知相亲的朋友。双方要共同反对脱钩断链，反对把经济和科技问题泛政治化，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自身发展权益，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两国现代化建设营造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范明政表示，中国是世界大国和越南亲密友邻，持续发展长期稳定良好的越中关系，始终是越南党和政府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越方始终铭记和衷心感谢中方长期以来给予越南的宝贵帮助，珍惜老一辈领导人精心培育的同志加兄弟的关系。越方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重大成果感到自豪。越方反对将经济问题政治化，愿同中方密切协作，防范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不会让任何势力离间越中关系，构建更加命运与共的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新西兰总理希普金斯时，习近平指出，总理先生就任后多次表示重视中新关系，将继续加强同中国合作，我对此十分赞赏。我一直高度重视中国同新西兰的关系。2014年，我访问了新西兰，双方宣布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近10年来，中新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也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习近平指出，中新关系长期领跑中国同发达国家关系，双方要继续发扬争先精神，不断巩固和深化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要继续视对方为伙伴而不是对手，视机遇而不是威胁，巩固好中新关系发展基础，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开放包容、和而不同，实施好中新自由贸易协定升级版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为对方企业在本国投资经营提供更好营商环境。希普金斯表示，去年新中共同庆祝了建交50周年，这是两国关系中的重要里程碑。新中人民的友好交往历史悠久，新中关系发展有着深厚扎实基础。新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我此次率庞大经贸代表团访华，就是希望通过此访探寻更多合作机遇，推动新中关系达到新的水平。新方认为，分歧不应定义双边关系，重要的是坦诚交流、相互尊重、和而不同。新方愿同中方就帮助岛国发展问题持续沟通。值得注意的是，在27号的夏季达沃斯的首场分论坛上，新西兰总理克里斯·希普金斯指出，只有合作方能重启增长，带来更多机遇。We believe very firmly in an international rules-based system for trade. Multilateral and bilateral trade agreements are incredibly important to New Zealand, and we've been focusing on both of those. There have been some recent examples of quite big bilateral free trade agreements, including a free trade agreement here in China that was signed in 2008 and has recently been upgraded in 2021. 据 CGTN 报道，希普金斯总理在天津的超市里品尝了该国出口到中国的奇异果，他表示和他在家乡尝到的味道一样。This is like home. That's just as good as at home. Great, yeah. Very good. 受惠于中新自贸协议及其升级协议，中国是新西兰奇异果的最大市场。奇异果被认为是该国的国果。
2022年收获季的出口总价值近120亿元人民币。但实际上，奇异果在新西兰最初被称为中国峨眉，因为它原产于中国。上个世纪初，新西兰女教师伊莎贝尔·弗雷泽将中国的猕猴桃种子带回家，在当地农学家的精心培育下，逐渐成就了新西兰果果的传奇。澳大利亚国外简报网站报道称，希普金斯对这次访华高度重视，这也是他自今年1月就任总理以来最重要的一次出访。随行的是新西兰规模最大的29家企业的高管。报道指出，尽管中国今年预计为5.4%的增长率，按照中国的标准来看是温和的，但这种增长对于新西兰的经济复苏仍然很重要。中国是新西兰最大的贸易伙伴，约占新西兰对外货物和服务出口的30%。新西兰经济近期出现技术性衰退，同时该国还在与6.7%的高通胀以及飓风和洪水作斗争。新西兰先驱报引述希普金斯的话表示，他在中国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传达新西兰对商业开放的信息。他希望看到两国人员之间的旅行往来再次增加。他还说，对于像新西兰这样的国家来说，没有比贸易更重要的收入来源。我们是一个贸易国家，贸易是此次访问的核心内容。新中关系至少已有50年历史，新西兰珍视这种互惠互利的关系。除了传统商品，新西兰政府还希望推动贸易多元化，把更广泛的商品和服务推荐给中国市场。新西兰媒体高度关注希普金斯访华。新西兰斯塔夫新闻网报道称，该国总理希普金斯与一同访华的庞大商业代表团将在中国展开繁忙的行程。此访意在延续两国现有的商业关系，并确定对华贸易的未来格局，十分重要。新西兰电视台一新闻栏目还透露，该国政商代表团将前往北京、天津和上海访问。中新建交50年时间，其实双方共同努力获得了多个第一啊。第一个就是当然是中国跟发达国家之间的多个第一啦，就是新西兰是第一个跟中国进行入世谈判并达成的一个国家。那新西兰同时也是第一个跟中国谈自贸协定的，也达成了这个自贸协定。其实我们现在已经中新自贸协定升级谈判已经达成了。还有呢，就是新西兰是第一个承认我国是市场经济的发达国家。那中新两国其实是开创了中国跟发达国家双边关系的良好的一个典范。另据新西兰新先驱报报道称，希普金斯搭乘该国空军专机前往中国，途中2次降落加油，一次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北部的凯恩斯市，另一次是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此外，新西兰空军还派出另一架备用专机伴飞，但这架备用波音757在马尼拉返航，没有前往北京。一名总理办公室发言人表示，考虑到此次访华之行的重要性和长途飞行的距离，我们认为有必要派出一架备用飞机，确保对我们最大贸易伙伴的访问取得成功。这些波音757已经服役了30年左右，经济寿命接近终点，将在2028年至2030年之间进行更换。发言人还补充说，备用飞机现在将飞往澳大利亚达尔文，如果有需要，他将为飞机回程提供支持。英国卫报报道，由于服役超过30年，去年5月底，新西兰前总理阿德恩访美所搭乘的波音757专机故障，只能改搭商业航班回国。同年10月，阿德恩乘坐新西兰空军 C130 运输机飞往南极，出席新西兰南极斯科特基地建立65周年纪念活动。但由于飞机发生故障，阿德恩被迫滞留南极1天，并乘坐意大利军机返回新西兰。第14届夏季达沃斯论坛27号至29号在天津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强发表主旨讲演指出，当今世界缺的是交流而不是隔阂，缺的是合作而不是对抗，缺的是开放而不是封闭，引起与会者强烈共鸣。今年论坛的主题是企业家精神、世界经济驱动力。在地缘政治风高浪急、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本次论坛将释放哪些积极信号，给外部世界带来哪些新希望？来看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27号上午出席论坛开幕式并致辞。从今年来看，中国经济回升向好的态势比较明显。我们1季度已经公布了经济增幅是4.5%，预计2季度
会快于一季度。全年我们有望实现原来年初确定的经济增幅5%左右的目标。近期一些国际组织和机构也调高了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显示了对中国发展前景的信心。李强表示，经历过有形无形的阻隔，我们应当更加珍视沟通与交流；经历过全球性危机的冲击，我们应当更加珍视团结与合作；经历过经济全球化的波折，我们应当更加珍视开放与共享；经历过冲突和动荡带来的不安，我们应当更加珍视和平与稳定。当今世界，我认为缺的是交流，不是隔阂；缺的是合作，不是对抗；缺的是开放，而不是封闭；缺的是和平，而不是冲突。李强强调，愿与各国企业家一道，坚定支持经济全球化，坚定维护市场经济，坚定支持自由贸易，引领世界经济迈向更加普惠、更有韧性、更可持续的未来。上周，中国人过了一个传统的节日，叫端午节。端午节有一个很重要的运动，叫赛龙舟。这项运动承载了中国人祈求风调雨顺的美好愿望，也昭示了众人划桨开大船的朴素道理。让我们抱着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望，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携手推进世界经济这艘大船破浪前行，扬帆远航。面对在场的中外嘉宾，李强回忆，几天前我到欧洲访问，去了德国和法国，与很多欧洲的领导人以及欧洲其他政界、经济界、企业界的人士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大家有一点非常一致，都觉得我们应该摒弃零和博弈的那种思维，回到合作共赢的正确轨道上。欧洲媒体印象深刻的是，在德国，李强在与一众企业家座谈时说，防风险和合作不对立，不合作才是最大的风险，不发展才是最大的不安全。企业对风险的感受最敏锐，知道如何规避和应对，应把防风险的主导权还给企业。在法国，李强在与工商界座谈时说，不同国家企业间的这种相互依赖，我认为是一种甜蜜的依赖。跨国公司在国际市场的大海中成长起来，有没有风险，你们跨国公司，你们的老总最敏感，你们最有发言权。今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主题是企业家精神，世界经济驱动力。世界经济论坛总裁博尔格·布伦德表示，今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将致力于加强多边主义和全球合作。嘉宾对中国的发展与机遇充满期待。他透露，今年夏季达沃斯论坛规模和人数基本已恢复至疫情前的水平。布伦德表示，今年论坛的一大特点就是外国嘉宾对继续在中国举办的夏季达沃斯展现出极大兴趣。目前共有来自全球近100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名政商精英及学者确认参会，其中巴巴多斯、蒙古国、新西兰和越南4国总理出席论坛并正式访问中国，沙特阿拉伯也派出了最大的官方代表团之一。开幕前一天，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天津分别会见了来访贵宾。李强在会见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伊维拉时特别提到，一些国家提出降依赖、去风险，本质上是把经贸问题政治化、意识形态化，不仅有违世贸组织倡导的自由贸易和非歧视的基本原则，也违背经济规律，最终阻碍世界经济复苏进程。那我们知道世界面临着下行压力比较大，尤其是疫情带来的这种疤痕效应，包括这个地缘冲突啊，包括美欧收紧货币政策带来的这种负面溢出效应的影响，多重影响的下面世界经济是下行压力比较大的。李强总理参与此次的夏季达沃斯的峰会，他实际上正是向世界传递中国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全球贸易、经济全球化，尤其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这样一个信心。
有参加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学者指出，现在西方很流行去风险的说法，以至于形成一个思维怪圈。越是面临地缘政治动荡，越想去风险；然而越是一心想去风险，越让发展让位于竞争对抗，最终加重了风险。一个简单的道理是，失去了发展，何来安全？只有坚持合作与发展，在发展中化解矛盾，用发展巩固安全，世界才能真正去风险。在这个过程中，秉持创新、合作与担当为底色的企业家精神，不断共同做大蛋糕，才是化解风险。实际上，多个重要的经济机构都对中国引擎继续拉动全球经济有信心。I think the confidence is going to come from seeing cooperation from political leaders. In terms of the contribution of China specifically over a long period and Vietnam recently, I think the rest of the world should be grateful. They have contributed significant, and the proportion of Asia to global growth at the moment is 70%. 值得注意的是，世界银行在本月初发布的半年度全球经济展望中称，全球经济形势仍十分危险。新冠疫情、俄乌冲突和货币政策急剧收紧等均对全球经济带来冲击。今年以来，中国先后举办了多场重要论坛，包括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等，每一场多边活动都是热火朝天，人气爆棚。实际上，美国也对中国市场十分重视。此前，美国商界代表团还抢先在该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之前访问中国。另据美国彭博社27号引述匿名知情人士话称，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计划7月初访问北京。彭博社称，若成行，耶伦将是今年中美紧张关系加剧以来第2名访华的拜登政府核心幕僚。那最为关键的是，中美贸易摩擦5年的时间，其实美国出现了经济下行、风险上行的这样一个态势。它从原来的什么低增长啊、低利率啊，包括低债务，转变为高债务、高风险、高利率、高通胀、低增长的这样一个窘态。所以耶伦其实他多次在他的国会上面阐述了他的观点，就是中美2个大国如果脱钩，那将是一个灾难性的。所以他其实多次表示希望访问中国。那我认为耶伦访问中国其实也是希望加强中美之间的合作，包括解决中美之间的无论是经贸还是各个领域之间目前由于美方发起的这一系列的问题。瓦格纳事变平息后，美俄元首26号同步发声。普京说，任何武装叛乱都会被镇压。拜登强调，美国与瓦格纳事件没有关系。俄罗斯国防部透露，将收编瓦格纳武装，目前进展如何？瓦格纳叛乱事件平息后，俄总统普京会见了参与评判的士兵和执法人员。他还发表电视讲话，感谢俄罗斯人的团结。针对普里戈任声称俄罗斯政府拨款不足的指控，普京透露，过去的12个月内向瓦格纳提供了约合人民币73亿元的资金。俄军高层透露，有瓦格纳成员提前向政府报告了有人计划在6月22号至25号发动武装叛乱的重要信息。俄罗斯国防部则表示，接管瓦格纳集团重型武器装备的工作正在进行。另据白俄罗斯国家通讯社27号报道，卢卡申科证实普里戈任在白俄罗斯。美参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称，普里戈任在明斯克所住的酒店是该城市为数不多的几家没有窗户的酒店之一。据俄罗斯媒体报道，首都莫斯科市、莫斯科州和沃罗涅日州26号已解除反恐行动状态。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表示，目前俄罗斯局势稳定。当晚，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全国电视讲话。Дорогие друзья, сегодня еще раз обращаюсь ко всем гражданам России. Благодарю вас за выдержку, сплоченность и патриотизм. Эта гражданская солидарность показала, что любой шантаж, попытки устроить внутреннюю смуту. 除了感谢俄罗斯人展现出的团结，普京还感谢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斡旋。普京还强调，无论如何，武装叛乱都会被镇压。值得注意的是，普京在讲话中没有提及瓦格纳集团领导人普里戈任的名字，他以组织叛乱的人来指称，批评这些人背叛了国家和瓦格纳战士。关于瓦格纳战士的后续安排，普京强调，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被蒙骗利用的爱国者，并感谢他们在最后一刻停止，最终避免了流血冲突。Сегодня у вас есть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продолжить службу России, заключив контракт с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м обороны или другими силовыми органами, либо вернуться к своим родным и близким. Кто хочет, сможет уйти в Белоруссию. Данное мною обещание будет исполнено. 根据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此前的居间调停谈判，普京承诺普里戈任和瓦格纳集团的成员可以去白俄罗斯，作为交换，这些人可以免受武装叛乱的指控。27号，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证实，已经正式撤销有关瓦格纳集团武装叛乱的刑事案件。26号，普京当天还与俄国防部长绍伊古及安全部门负责人举行了会议，感谢他们在瓦格纳叛乱事件期间的工作。普京下令复盘事件，并就之后面临的问题进行讨论。普京继续的沿用了瓦格纳叛乱的组织者，而没有提及到哪个具体的人或者人名。可以说，普京仍要以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为首要目标，以避免出现了具体的事件或者具体的人名来干扰整个俄罗斯对于特别军事行动的这个所划定的路线和目标。俄罗斯雇佣兵组织瓦格纳组织创始人普里戈任也在26号首度对外发声，他发表11分钟的录音讲话，强调他24号下令瓦格纳战士向莫斯科前进的目的是表达抗议，并非针对普京或企图推翻俄罗斯政府。было не допустить уничтожения ЧВК «Вагнер» и привлечь к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и тех лиц, которые своими не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ыми действиями совершили огромн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ошибок в ходе СВО. 普里戈任还说，他发起的这次行动揭露了俄罗斯严重的安全问题，指责俄军未能保护国家。瓦格纳在没有遇到抵抗的情况下行军780公里，并封锁了途中的所有军事单位。И нашим решением развернуться были два важнейших фактора. Первый фактор – это то, что мы не хотели пролить русскую кровь. Второй фактор – мы шли для демонстрации своего протеста, а не для свержения власти в стране. 普里戈任还透露了与俄罗斯当局达成协议的细节。瓦格纳集团将在6月30号前交出武器，7月1号停止运作，部队被收编纳入俄罗斯国防部管理。普里戈任表示，瓦格纳方面反对俄罗斯国防部的收编，只有少于2%的瓦格纳士兵愿意与俄罗斯国防部签约转为正规军人。普里戈任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24号晚间，他乘坐一辆黑色 SUV 离开顿河畔罗斯托夫。克里姆林宫此前表示，普里戈任将前往白俄罗斯。有俄罗斯媒体报道称，26号有人看到普里戈任出现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的一家酒店。美媒政治新闻网站称，普里戈任的私人飞机27号降落在白俄罗斯一军用机场，该机场距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约20公里。但英国天空电视台称不确信普里戈任是否在飞机上。另据央视新闻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号在例行吹风会上表示，不清楚普里戈任现在在什么地方。值得注意的是，据普里戈任透露，瓦格纳成员可能会被允许继续在白俄罗斯境内进行工作。他表示，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伸出了手，为瓦格纳在法律管辖范围内的进一步工作提出了解决方案，但他没有提供更多细节。国际媒体对普里戈任的去向议论纷纷。俄罗斯学者马尔科夫分析称，由于普里戈任与卢卡申科有多年交情，他可能协助训练白俄罗斯军队。美联社、华尔街日报等美国媒体则认为，即使普里戈任前往白俄罗斯，也不会待太久，因为他滞留太久的话，可能导致白俄罗斯与邻国的关系紧张。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就表示，如果普里戈任出现在白俄罗斯，可能是为了对华沙发动闪击战。立陶宛总统瑙塞达也表示，北约需要注意东翼的安全问题，该国将加强边境防御。值得注意的是，立陶宛将于7月主持北约峰会，届时将讨论相关议题。
除了普里戈任本人，外界也高度关注瓦格纳作战人员的去向。俄罗斯国防部27号表示，瓦格纳集团向俄罗斯武装力量现役部队移交重型军事装备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观察指出，在经历武装叛乱之后，解除瓦格纳的重型武器装备对俄罗斯政府来说十分重要，虽然此举可能让俄整体战斗力减弱。有俄罗斯媒体报道称，瓦格纳集团人员已从俄罗斯南部利佩茨克州和沃罗涅日州撤离，但最终去向不明。美国政治新闻网发出普里戈任的部队现在怎么样了的疑问。文章称，如果普里戈任可信的话，他们中有 2.5 万人要么会回到他们原来的营地，要么与俄罗斯国防部签订合同。可以说，就目前瓦格纳集团的士兵，他们背后的这种所处的这种背景是非常复杂的。如果想真正的处理参与这起叛乱的士兵，我认为是比较困难的。对于普京来说，比较明智的一个选择就是冷处理，利用瓦格纳士兵可以积极的在乌克兰战场能够完成普京所对于乌克兰所设定的这种军事目标，让瓦格纳士兵这种将功补过。瓦格纳被认为是俄乌冲突中俄方的重要作战力量，曾在占领被称为绞肉机的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州巴赫穆特的战斗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一胜利也被认为是俄方自冲突以来取得的最重要胜利之一。据报道，瓦格纳雇佣兵的工资较高，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前约为3000到5000美元，比俄罗斯正规军略高，但之后则一路水涨船高，加上部匪的绩效补贴，月收入可达1万美元。此外，除了军事订单，瓦格纳的经营还深入非洲和中东。普里戈任名下在外国拥有石油、矿产和木材等产业，是名副其实的寡头。分析指出，普里戈任和瓦格纳建立的庞大海外网络对俄罗斯政府来说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可以维持并扩大俄罗斯的地区影响力，但另一方面，借俄乌冲突不断扩大实力的瓦格纳已经十分庞大。普里戈任本人表现出的野心已经让俄罗斯和国际社会都吓了一跳，因此下一阶段如何稳妥处理普里戈任及瓦格纳的资产及人员是一项紧迫的任务。外界注意到，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主席卡尔塔波洛夫25号表示，俄罗斯需要一部法律规范私营军事公司的活动。他认为瓦格纳是俄罗斯最有战斗力的部队，没有取缔的必要。现在俄罗斯国防部和总参谋部需要考虑如何最大程度地利用瓦格纳的潜力，可能有必要更换其领导层。瓦格纳武装叛乱时，整个美西方政坛为了避免引火烧身，谨言慎行，几乎鸦雀无声。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拜登发表俄罗斯瓦格纳事件发生后的首次公开讲话，与此事撇清关系。他宣称，美国及其盟友完全没有参与瓦格纳事件，是俄罗斯内部矛盾斗争。但有美国匿名官员表示，美国情报部门在武装叛乱发生前就掌握了时间、地点等具体情况。拜登在26号的讲话中称，他一直在就此事件与美国的盟友展开协调并达成共识，确保不要给俄方提供借口，将此事归咎于西方国家或北约。We made clear that we were not involved. We had nothing to do with it. This was part of a struggle within the Russian system. We had to make sure we gave Putin no excuse. Let me emphasize, we gave Putin no excuse to blame this on the West or to blame this on NATO.外界注意到，拜登在演讲中承认，美国对俄罗斯最近发生事件的部分有关情况事先有所准备。拜登透露，他于当天与其他西方领导人就俄局势进行新一轮的电话磋商，同时向乌克兰保证，无论俄罗斯事件如何发展，美国都将继续向乌提供援助。其实，拜登的用意是再次的将瓦格纳的事件重回到俄罗斯内部矛盾上，让这个瓦格纳事件再一次的干扰俄罗斯这个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从内部进行对俄罗斯的深层的瓦解。其实这是美国最主要的一个动向，也是美国对于俄罗斯最希望看到的一种情况呢，就是内部先瓦解。瓦格纳事件发生后，美西方政坛高度谨慎克制，避免引火烧身。在拜登26号发表讲话后，预计美国盟友也将随之进行更多表态。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6号揭露了美方所掌握的更多细节，发布一篇题为《美国收集了有关瓦格纳创始人叛乱计划的详细情报，但对大多数盟友保密》的深度长文。不过，也有分析认为，不排除这是美方的舆论战。据美国政府匿名消息人士称，早在瓦格纳集团于24号发动叛乱前，美国情报官员已经收集到极其详细和准确的信息，包括发动叛乱的地点及推进计划。但这些情报只对包括部分英国高级官员在内的极少数人员分享，而对更广泛层面的北约盟友却选择了保密。这也是为什么一些欧洲高级官员会对瓦格纳24号突然发起兵变感到措手不及。报道称，一些北约官员对美国未向其共享情报表达了失望和不满。此外，乌克兰官员事先也并未被告知相关情报，以避免美乌官员之间的对话被对手截获。消息人士还透露，不仅对外保密层级高，即便是在美国国内，也只有最高级的政府官员以及国会议员中的8人帮等可以接触到最敏感情报的人士才能看到。8人帮是美国国会中有权听取行政部门最机密情报简报的8名议员的俗称。根据美国法律，美国总统必须向国会情报委员会通报政府开展秘密情报行动的情况，但相关法规考虑到特殊情况，从保护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规定当总统认为应尽可能缩小知情范围时，可以将最低知情人数降为8人。国会参众两院各自下设情报委员会的正副主席、众议院议长和少数党领袖，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和少数党领袖，组成美国国会的8人帮。针对上述情况，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6号表示，俄方注意到美媒的相关报道。他说，美国情报部门似乎在叛乱发生前几天就掌握了相关消息。西方国家指望普里戈任的行为导致流血冲突。拉夫罗夫表示，俄安全部门正就此调查西方国家安全部门是否介入了叛乱。近日，俄罗斯电视台还在报道中提及，在俄发生武装叛乱的背景下，美国选择推迟对瓦格纳组织实施新的制裁，是为了避免让人认为美方在此次事件中站在普京一边。对此，拉夫罗夫表示，每一次美国的反应都不同，这取决于谁在掌权，而谁在试图夺权。美国无论何时都在为自己谋利，推迟制裁也是同样道理。Я не думаю, что это смена подхода со стороны США, это просто лишнее подтверждение тому, что подход США зависит от того, что конкретно на данном конкретном этапе Соединенным Штатам нужно от того или иного внешнего игрока, будь то 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арене в целом, либо в какой-то конкретной стране. 拉夫罗夫表示，在乌克兰问题上，美国一再表现出偏见和既得利益。他还以亚速营为例，称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前，美国会将其列为不适合接受美国军事援助的恐怖组织。现在这一切都被遗忘，他们已经恢复了亚速营的声誉。由于现在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属于一个非常不正常的关系，那么美国所希望看到的是借瓦格纳事件能够扰乱俄罗斯内部执政的根基。那可以说，拉夫罗夫外长一语道破了美国所推行的所谓的美国价值和美国规则的初衷，那就是希望任何国家的执政理念、内政外交是符合美国利益的。普里戈任虽已发声，但至今仍未露面。虽然其行踪未定，但目前美方已放风寻求引渡。26号在记者会上，美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表示，当前美国与俄罗斯或白俄罗斯之间没有引渡条约，因此美方希望瓦格纳领导人普里戈任现身于美国有引渡条约的国家，以便对其进行逮捕并引渡。他还强调，美方将继续采取行动，追究瓦格纳或其后继组织的责任。早在2016年12月，普里戈任就因与瓦格纳关系密切被列入美国制裁名单。今年1月26号，美国政府宣布将瓦格纳集团列为跨国犯罪组织，指认这一集团在乌克兰和部分非洲国家开展犯罪活动。
白宫26号表示，在瓦格纳事件发生后，美国外交官和俄罗斯外交官保持实时联系，讨论瓦格纳集团叛变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还表示，一直对俄罗斯的核武迹象保持高度关注。That we have been monitoring as best we can Russian strategic posture, their nuclear capabilities. That continues. We've seen no indication that there's any intent to use nuclear weapons inside Ukraine. 另据《纽约时报》引述美国官员的话称，瓦格纳事件带来的不确定性肯定让乌克兰士兵松了一口气，而乌军方也可能试图利用俄罗斯混乱的局势取得一些战场上的进展。而根据美方独立分析人士和政府官员的看法，乌克兰肯定会利用瓦格纳集团引起的混乱，但从后续情况来看，俄军似乎没有出现任何直接的防御漏洞可供利用。美国官员还表示，根据初步分析，瓦格纳事件发生时没有任何俄罗斯正规军离开乌克兰东部和南部的阵地前往莫斯科。这名美国官员还表示，在闹剧上演时，战争没有停下来。外界就注意到26号，也就是瓦格纳事件的第3天，以及美国总统拜登发表就事件首次公开表态的当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前往顿涅茨克前线视察，并会见了重镇巴赫穆特周围参与激烈战斗的部队士兵。当天晚些时候，泽连斯基还前往比尔江斯克方向的前线阵地进行视察。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也在同日表示，事件表明俄罗斯犯下了严重的战略错误，并强调北约将继续支持乌克兰。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孙兴杰。孙先生您好。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普里戈任都已就瓦格纳事变再度发声，您对此有何观察呢？瓦格纳进军莫斯科的事情呢，震惊了全世界。好在不到24小时就算平息下来，但是外界对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知之甚少。还有就是在当天俄罗斯的军方情报部门是如何运作的，这些事情呢，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的浮出水面。现在我们从普里戈任和普京的隔空对话中，大概能够看到一些端倪。首先呢，对于事件的性质的界定，双方依然是各说各话。普京说这是武装叛乱，而普里戈任这一边坚持认为自己的行动不是叛乱，而是正义游行。一是为了保持瓦格纳的完整性，二是要告知俄罗斯的高层，瓦格纳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换句话说呢，普里戈任的目标是俄罗斯军方高层，具体来说就是绍伊古、格拉西莫夫，而不是普京总统。其次，这一事件造成的影响和冲击是巨大的。普京在第一次讲话的时候提到了1917年，将这次事件进行历史类比，足以能够表明普京本人受到了很大的震动。他在讲话中感谢了不少人，包括俄罗斯政府部门，白俄罗斯总统也感谢了做出正确决定的瓦格纳集团的士兵和指挥官，尤其感谢了俄罗斯国内的团结。而普里戈任呢，则讲了另外一个故事，那就是瓦格纳超强的战斗力以及对于俄罗斯国家的重要性。瓦格纳北上莫斯科不到1天时间，推进了将近800公里，这显示出俄罗斯国内安全体系存在巨大的漏洞。另外呢，普里戈任通过这一举动给俄军，尤其是国防军上了一课。他声称，如果2月24日的特别军事行动由瓦格纳来执行，可能1天就结束了。毫无疑问，这是对俄军尤其是高层的羞辱。另外呢，普里戈任也给俄罗斯军队提出了要求，那就是应该达到瓦格纳的水平。普里戈任讲的这个故事似乎只是为了反映俄军存在的诸多漏洞，证明瓦格纳强悍的组织力和战斗力。但是呢，他也透露瓦格纳是可以进攻莫斯科的。最后，两个人都讲到的是瓦格纳的终结。普里戈任提出到7月1日，瓦格纳将被拆散，也就是说不会与国防部签署雇佣合同。但是瓦格纳会不会真的将武器装备交给俄罗斯正规军，然后离开营地，还有待观察。普京也给瓦格纳提出了3个选择：加入俄军、回家、到白俄罗斯去。也就是说，作为成建制的瓦格纳将不被允许。很明显，经此事件普京总统已经看到了类似于瓦格纳这样的私人武装力量是多么的危险。美国总统拜登称，美国与瓦格纳事变无关，但美媒爆料，美情报部门早有情报预判瓦格纳要兵变。您对此怎么看呢？
瓦格纳事件发生之后，我们看到美国和欧洲盟国也是密切关注。除了各国政府部门内部的会议之外呢，七国集团外长也召开了视频会议，这足以说明瓦格纳事件的影响是巨大的。随着事态逐渐平息下来，各方的反应也慢慢呈现出来了。美国和欧洲国家最开始的沉默，大概的原因呢是要避免俄罗斯认为西方国家参与其中，毕竟这是紧逼莫斯科的事件。俄罗斯会做出何种反应呢？也很难确定。第二个是俄罗斯是个核大国，如果一旦发生剧烈的变化，保持核武器的安全以及全球核战略的稳定是非常重大的事件。美国通过外交渠道与俄罗斯保持实时联系，延续了长期以来两个核大国之间的危机管控的方式，这是非常重要的。在俄乌冲突的背后呢，是美俄之间核战略沟通渠道的畅通，还是至关重要的。瓦格纳事件带来的直接的影响可能是乌克兰战场的态势，但是无论俄罗斯还是北约方面都认为前线的态势没有受到影响，俄军没有从乌克兰前线回撤，乌克兰军队呢也没获得比较好的进攻的机会，后续的影响还要观察。毕竟在乌克兰战场上非常具有战斗力的一支武装力量可能会退出与解散。除此之外呢，瓦格纳事件暴露了俄罗斯安全体系存在的诸多的漏洞，如何去弥补，可能会涉及到前线的军队部署，甚至是目标的设定。对于美国以及欧洲国家来说，瓦格纳事件造成的影响以及反映出来的诸多问题，也会进行研究和评估。现在各种看法都有，但是整体来说，北约承诺对乌克兰的援助不会变化。而且呢，因为瓦格纳事件，乌克兰的战略目标可能会得到美国以及欧洲更有力和坚定的支持，战争的进程呢也有可能发生变化，比如说和平的窗口可能会提前打开。巧合的是呢，美国和盟国已经召开乌克兰重建的会议了，这意味着俄乌战后秩序如何构建可能提上了日程。对于世界核大国，俄罗斯的稳定以及软着陆可能会成为下一阶段的话题。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认为，西方阵营要在战略上击败俄罗斯。我个人认为，保持俄罗斯核武库的安全，应该是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的。好的，谢谢孙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欢迎回来。自2014年以来，日本政府正加速放宽武器出口限制。据共同社27号报道，就日本政府是否已经在暗中将武器出口范围扩大到杀伤性武器装备一事，防卫相滨田敬一在记者会上并未做出明确表态。对此，日媒分析称，鉴于以往的做法，日本政府交由执政党进行讨论，只不过是做做样子，进一步放宽军事装备与技术出口限制已成必然。相关议题首先由日本共同社于25号披露。报道称，据岸田政府内部相关人士的消息，围绕防卫装备出口规则，日本政府曾在5月的会议中向执政党方面说明称，按照日本武器出口的有关规定，允许向有安全合作的国家出口的装备，主要包括救援、运输、警戒、监视或扫雷等用途的非战斗车辆、船只。如果这些车辆、船只上配备了致命性武器，也不违反法律。共同社的报道指出，按照日方以前的解释，除了共同开发和生产的情况外，搭载杀伤性武器的防卫装备是绝对禁止出口的。而日本政府的最新说明，实际上是为出口杀伤性武器禁令进行了松绑。根据以往做法，日本政府通常是在有了政策意向后，才交由执政党讨论，做做样子。由此可以判断，日本进一步放宽军事装备与技术出口限制已成必然。岸田政府此举引发日本舆论高度关注。东京新闻的评论称，日本当局修改的目的是为了扩大出口范围，以便为军事产业出口铺平道路。如果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禁令，日本武器有可能在海外造成人员伤亡，这将背离宪法的和平主义原则。日本在去年的2022年的年底出台了这个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里面明确的说，他希望去主动塑造秩序啊，实现所谓的这个国际关系的新的均衡，实际上是指日本希望能够实现对于日本和他的这个盟国对他有利的一个国际的格局的力量均衡，而出口武器是手段之一。
面对日本国内的质疑声浪，日本防卫相滨田敬一在27号举行的记者会上声称，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与运用指针，未提及能否出口具有杀伤能力的武器。他还表示，不打算公布现行制度下能出口哪些武器装备。对于日本防相的这一说法，共同社猜测，当局很可能在国民不知情的情况下，已经对外提供了杀伤力武器。二战结束后，在和平宪法的制约下，日本政府长期坚持武器出口3原则，基本禁止军事装备与技术出口。直到2014年4月，安倍晋三政府以内阁决议方式出台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此后，随着防卫装备与技术转移协定的签署，日本已向美国出口爱国者2导弹零部件及宙斯盾系统部分软件和零部件，向英国转让提升导弹精度的半导体技术，向菲律宾出口 TC-90 教练机和防空雷达，向印度出口 US-2 水上飞机等。与此同时，日本还和部分国家商讨 P-1 预警机、C-2 运输机等装备出口事宜。截至目前，日本相继和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法国、印度、菲律宾、意大利、德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等11个国家签署了防卫装备与技术转移协定。然而，日本并未满足于此。俄乌冲突爆发后，日本政府再次趁机推动扩大军事物资出口。今年4月，执政党联盟已经成立工作小组，正式讨论向乌克兰提供扫雷、通信装备和防空导弹，扩大杀伤性武器装备出口对象范围等事情。近期，美国希望向日本采购炮弹和火药或者说炸药吧，然后再去援助乌克兰，对日本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要求。那么，因为美国有这样的要求，所以说日本去希望考虑，把原来的这个规定就改掉，然后扩大武器出口的这个范围。由于不能出口，日本军工企业的产品长期只能由自卫队消化，制造成本居高不下。深圳卫视注意到，在此前初步放开后，日本武器的出口情况也不理想。例如，日本三菱重工建造的苍龙级潜艇出口就曾受挫，目前仍处于颗粒无收的状态。去年美日修订防卫文件之后，自卫队的战略朝着外向型、进攻型方向转变，并积极促进国内军工企业崛起，推动军备技术联合研发出口，以降低成本。值得注意的是，3月16号，日本、英国和意大利3国防长在东京举行会谈，确认联合研发新一代隐形战斗机。日本媒体报道称，虽然这一战机还未研发出来，但日本政府已经在想方设法修改当时与英国和意大利签署的协议，废除其中这款未来将生产的战机在出口时必须获得英国和意大利同意的条款。日本舆论也为杀伤性武器出口造势。4月，日本前防相小野四五点发文，呼吁民众支持杀伤性军事装备出口。他声称，今后10年，日本将有近100架 F-15战斗机退役，这些战机的约200台发动机应突破现有限制，出口给韩国和印尼等国家。未来可能它还会继续扩展，实际上就是要随着跟美国一起去用武力去干涉周边国家的事务。有分析指出，日本武器装备出口政策的转变完全服务于美国的战略需要。二战结束后，美国为了防范日本军国主义势力，避免日本同自己争夺世界军售市场，对日本军事工业的发展做出种种限制。然而近年来，在推进印太战略过程中，美国需要日本充当更为有力的帮手，所以在日本增加军费、出口武器装备、解禁集体自卫权等问题上持纵容态度。在大约10年以前，日本就想发展进攻性武器，当时可能比如说想从美国进口战斧，当时可能美国还是不太愿意的，但是到后来，美国实际上是完全起到一个鼓励的作用，帮助美国去建立对其他国家的一个维持，并且建立一个优势，这是日本自己的战略目标之一。当然，它其他的目标还包括所谓的成为正常国家。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日本把武器出口3原则改成了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那么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这么改呢？二战结束以后
日本在国际社会的监督下被迫进行非军事化改造。现在呢，面对乌克兰和菲律宾的军需，这日本呢就进一步的向出口致命性的武器，比如说救援、运输、警戒、监视或者扫雷等方面的装备和技术，用防卫设备来包装掩盖武器出口。其次呢，扩大武器出口范围和规模，有利于日本经济的发展，企图呢像美国一样用出售军火来赚钱。日本经济增长呢似乎正在走出逝去的30年，通货紧缩渐行渐远，外国投资呢增加，就业市场活跃，但是缺乏后劲，内需有限。日本呢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国外市场需求增加呢才是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动能。而东南亚地区有较强的武器需求，因此呢，日本想扩大武器出口的范围，来增加经济效益。这日本的雷达、导弹，特别是海战武器，比如说潜艇、护卫舰、扫雷舰等等，都有很强的竞争力。日本呢，在东南亚和南亚经营了几十年，提供的是民用产品，现在呢想试图出售武器。截至目前呢，日本已经和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印度、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等11个国家签署了防卫装备与技术转移协定，与新加坡的谈判呢也已展开。再次扩大武器出口是日本所谓正常化国家目标的加强版。日本呢一直寻求突破和平宪法，试图通过修宪扩军，拥有交战权，从而呢成为政经大国、军事强国。这样呢，日本就成了所谓正常国家，甚至可以摆脱美国的掌控。日本自民党呢一直在推动修宪，去年呢在扩军上有比较大的动作。首相岸田宣称未来5年日本军费开支增加1.5倍，将成为世界第3大军费开支国。现在呢又要增加武器出口，显然呢是正常化国家的一部分。亚洲各国对日本快速的军事化进程呢尤其需要警惕。一旦呢这个现有的军事平衡被打破，接下来呢恐怕就是动荡不安。拜登总统称是他3次禁言才让日本大幅增加防卫预算，但日本对此根本不认账。您怎么看美日争执呢？也许呢把双方的说辞合起来就是比较完整的。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呢一直控制着日本，尤其在军力发展和军备开支上，没有美国的同意，日本大幅增加军费开支，扩大军事力量，似乎是不可想象的。拜登说他3次敦促日本领导人增加防卫预算，做一些不同凡响的事，这也许是真的。因为呢，美国得依靠日本的军力来推进印太战略，保持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影响力。当然呢，也不排除是拜登请求日本政府增加军费的。而从日本政府的角度看呢，也有扩军的需要，从而呢实现其正常国家的目标，成为亚洲的经济和军事强国，甚至呢想摆脱美国的约束。说他们是自我决定的，好像也没错，只是呢得到了美国的许可。日本呢是一个好面子的国家，拜登说是禁言日本增加防卫开支，有点大家长的味道。日本肯定是觉得不尊重自己，所以呢也就引起了这个争执。那么另外一种可能是拜登在吹牛，他呢是为选举而讲这番话的，是在加州的选举支持者集会上说的，以显摆他的外交能力，让美国选民支持他连任。结果没想到呢，这个日本政府不高兴了，这吹牛吹到阴沟里了。那么从美日的争执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双方是各有盘算，但是都有求于彼此，都有增加军事联盟的意图。好的，谢谢陈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